很多人第一次真正记住布卡约萨卡，是因为一个点球。2021年欧洲杯决赛，英格兰对阵意大利，比赛地点是温布利球场。那一天，19岁的萨卡走向最后一个点球点，他点球被多纳鲁马扑出，英格兰错失冠军。萨卡也在一夜之间被推到所有镜头面前。那不是一场普通的失利，因为点球被扑出之后，萨卡面对的不只是比赛结果，他还遭遇了网络攻击、质疑，甚至种族歧视。一个19岁的年轻人突然要承受整个国家的失望。但萨卡的故事并没有停在那个夜晚。3年后，2024年欧洲杯1/4决赛，英格兰对阵瑞士。当时英格兰0-1落后，比赛快要结束。这个时候，萨卡在右路拿球内切起脚，他用一脚低射把英格兰从淘汰边缘拉了回来。然后又是点球大战。这一次，萨卡再次走向点球点，他助跑、射门，命中。那一刻，那个曾经被点球改变的男孩，终于改变了人们对他长久以来的看法。如果你想了解萨卡，也不能单单只看那个点球，真正决定他后来命运的故事，要从伦敦西部的一个普通的足球童年说起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。萨卡出生在伦敦，成长在格林福德。小时候，他也没有一开始就被当成明日之星。他最早的足球记忆很简单，在家附近的空地上和哥哥一起踢球。父亲有时候站在球门里陪他们练习射门。萨卡不是那种喜欢炫耀的人。很多时候，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安静、礼貌、踏实，不会让人感觉不舒服。小时候的萨卡先加入了本地球队格林福德凯尔特人，那支球队当时已经满员，但教练还是给了他一个位置。对萨卡来说，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球队里被留了下来。后来，萨卡也接触过几家伦敦俱乐部的青训体系，阿森纳、切尔西、热刺、沃特福德，最终他选择了阿森纳青训营。这个选择后来也改变了他的人生。他从这里接受正规的训练，一步步进入了一线队的机会。在这条成长路径上，萨卡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，不是怎样成为一名球星，而是怎样让球队真正的需要自己。阿森纳青训后来被很多球迷看成俱乐部重建时期的重要希望，而萨卡就是这条青训线最有代表性的球员之一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右边锋核心的身份出现。今天很多人认识萨卡是右路拿球、左脚内切、能传能射的阿森纳7号。可他刚进入一线队的时候，真正让他获得机会的不是固定的位置，而是他的多面性。2018年，17岁萨卡完成了阿森纳的一线队首秀。那个时候，他还只是一个刚从青训体系走出来的年轻人。球队不会因为你是青训的希望，就主动给你稳定的位置，所以他必须先学会证明自己有价值。这个机会出现在了19到20赛季，那时候阿森纳左后卫的位置受到伤病影响，球队需要有人补上去，于是萨卡被推到了左路更靠后的区域。这也是他早期经历的很特别的一点，他可以踢边锋，也可以踢更靠后的边路位置，必要时还要参与防守。对于年轻球员来说，这不一定是好事，因为你踢的位置越多，别人越难说清楚你到底最适合哪里。但对萨卡来说，这反而成了他后来成熟的基础。他比很多同龄边锋更早理解边路的空间，他知道边后卫什么时候最难受，也知道边锋什么时候需要支援。他不是只会在前场等待传球的攻击手，而是在不同位置打磨中慢慢成长为一个更完整的边路球员。在2019年欧联杯客场对阵法兰克福，是萨卡早期生涯的重要一战。那场比赛他取得进球，也在进攻端表现活跃。对很多阿森纳球迷来说，那是他们第一次真正记住这个年轻人。萨卡也从青训的新星变成了一线队值得关注的名字。萨卡进入一线队的时间并不是阿森纳最舒服的时期，那时候的阿森纳已经告别了温格时代，球队在换帅、重建、阵容调整和沉浸压力之间摇摆。对年轻球员来说，这种环境并不轻松，因为你享受不到冠军球队那种稳定的环境，却要面对豪门球迷对成绩的高要求。可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萨卡被推到了前面。阿森纳球迷喜欢叫他明日之星，这个称呼听起来很轻松，也带着了球迷
迷的喜爱。但很多时候，萨卡承担的压力早已超过他这个年龄本该承受的范围。当右路需要打开局面时，他要一次次面对双人包夹；当阿莎娜重新回到争冠行列时，他又从青训的希望变成了不能轻易缺席的核心。这也是萨卡和很多年轻球员不同的地方。他不是在球队完全成熟之后被慢慢放进体系里享受红利，相反，他的成长过程几乎和阿森纳重建绑在了一起。22到23赛季，阿森纳重新成为英超争冠球队。萨卡在右路的稳定输出是那支球队最重要的武器之一。他不只是能进球、能助攻，更重要的是，阿森纳很多进攻到了关键时刻都会习惯把球先交给他。2021年欧洲杯本来应该是英格兰新一代球员被看见的夏天。那届比赛时，萨卡还很年轻，但他已经进入了索斯盖特的名单。靠着充沛的体能、能踢多个位置的特点以及不错的比赛理解，他在国家队得到了机会。对一个19岁球员来说，能够站在欧洲杯的舞台本身已经是巨大的认可。决赛在温布利进行，英格兰对阵意大利。比赛进入点球大战，拉什福德罚丢了点球，桑乔也没有罚进。最后一个走向点球的人是萨卡。这个决定后来被很多人讨论，为什么最后一罚要交给一个19岁的年轻球员？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。点球顺序的背后，既有教练组的判断，也有平时训练的表现。可当那个时刻真的来到时，所有解释都会变得不再重要。人们看到的只有一个画面：萨卡站在球前，所有人都在看着他。他踢出的点球被多纳鲁马拨了出去，英格兰输了比赛。队友立刻上前抱住他，索斯盖特也走过去安慰他。可那一刻的萨卡已经不只是一个罚丢点球的年轻球员，他错过的也不只是联赛里普通的一次点球机会，而是英格兰多年等待后离欧洲杯冠军最近的一次机会。足球世界很残酷，但有的时候他也会用另一种方式给一个年轻人重新站起来的力量。2022年世界杯，萨卡再次站上大赛的舞台。英格兰首战伊朗，他梅开2度。对很多观众来说，这只是一次出色的发挥。可放回他的故事里，这更像是一种安静却清楚的回应。那个点球没有让他停在原地。后来，萨卡连续2年被评为英格兰年度最佳球员。这个奖项不是某一个俱乐部球迷单方面的偏爱，而是整个英格兰球迷对他国家队表现的认可。从2021年那个需要被安慰的年轻人，到2022年世界杯的主力，再到英格兰年度最佳球员，萨卡再次重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回到俱乐部后，萨卡面的问题早已不是有没有天赋，这一点他已经证明了很多次。现在真正的问题核心是阿森纳该怎样用好他，又怎样保护好他。从技术特点来看，萨卡不是那种只会内切射门的边锋，他左脚当然是最明显的武器。每当他在右路拿球时，对手都知道他可能往中路走，可想真正防住他依然很困难。他可以内切射门，也可以突然走外线，他能送出传中，也能和厄德高右后卫形成小范围的配合。他不是单纯依赖速度和冲刺的边锋，而是会根据防守站位选择下一步。这和他早期踢过多个位置有关。一个只从前场长大的边锋，可能更关心自己怎么摆脱对手。可萨卡很早就踢过边后卫和翼卫，他知道边路攻防的完整结构，他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拉开宽度，什么时候可以回撤接球，也知道防守球员最怕被怎样拉扯。当阿森纳进攻打不开时，就会依次来到右路；当球队需要压迫时，萨卡也会回到防守位置。当对手知道阿森纳的威胁从哪里来时，他自然会成为重点照顾的对象。这几年，萨卡被频繁犯规，被多人包夹，以致在高强度的比赛中消耗自己。这样的画面几乎成了阿森纳比赛中的常态。外界一边称赞他的稳定和抗压能力，一边也担心阿森纳是否让他承担了太多。在2023年之后，阿森纳连续几个赛季回到争冠的行列，萨卡也从人们口中的未来希望变成了现在的阿森纳核心。他和阿森纳关系早已不是一个青训成长的故事，他现在是俱乐部重新崛起的重要代表，也是球队想要真正拿到冠军时最依赖的关键球员之一。也正因如此，他的每一次受伤都会直接影响到阿森纳。但是随着比赛越来越多，萨卡身上的负担也越来越明显。伤病、疲劳、被重点提防都在提醒阿森纳，如果一支球队太依赖一个年轻核心，那么如何保护他和如何使用他同样重要。
从格林福德孩子到阿莎纳青训走出的球员，从被迫补位的走路少年到阿莎纳右路的进攻核心，从温布利点球被扑出的19岁球员，到3年后重新走向点球并罚进的英格兰主力。这就是布卡约·萨卡的故事。如果视频让你更加了解他，请点赞分享。这里是节目，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，拜拜。